难怪赵露思这么多直男，白 T 恤披肩发，清爽气质吹脸。赵露思的初恋谁能不粉呢？白 T 恤披肩发，美成校园剧女主。不管你买了多少稀奇古怪或华丽的衣服，到头来真正穿坏的都是那几件普通的 T 恤。毕竟想要每时每刻都精致的人并不多，大多数人还是追求舒适的状态。赵露思的很多美照都只展现在一件简单的 T 恤里，披着披肩，留着长发，照样可以当校园剧的女主。只想问赵露思的初恋谁能不粉？看一，白 T 恤加工装裤。赵露思的气质比较甜美，她在电视剧中饰演的角色大多也是如此，所以在古装造型上，越是简单的古装就越适合她。在这组宣传照中，她身穿简单的白色 T 恤和工装裤，这大概是很多女大学生的开放方式吧。单品尽量都是纯色系，更容易搭配，和赵露思穿出恋风就对了。二是配色，白 T 恤本身就等于没有风格，最后看起来如何完全取决于其他项目的选择。在非常基础款的情况下，服装配色就成了引导风格的关键。如果你需要的是足够清爽的 look， 建议所有单品都选择浅色系，会有更好的清爽气质，但也不要全白，白色容易显得臃肿。看二，天蓝色宽领 T 恤。夏季选择 T 恤时，需要特别注意领口设计，因为通常整体造型不会有太大变化，只是领口会有小圆领、V 领、方领等款式。领口的选择不仅仅是看是否和体型相配，更重要的是适合自己的体型和颈长。根据脖子的长度选择，注意避免窄领口。不管是圆领还是 V 领，窄领总会给人拥挤的感觉，不算长的脖子也看不多。夏天就算是为了舒服，还是选择稍微宽一点的领口比较好，小袖的锁骨线条更迷人。看三，印花 T 恤。丰富 T 恤设计感的东西往往不是剪裁，而是印花，因为剪裁对服装面料和剪裁、包边工艺都有一定的要求，设计单品不是那么常见，而印刷就简单多了，再加上现在精湛的印刷技术，任何一种印刷都是可以的。赵露思身穿的灰色 T 恤点缀着可爱的粉色印花，跳跃的服装配色似乎让 T 恤多了几分俏皮感，设计的层次感也能体现出来。不得不说，赵露思真的很适合这些简单的单品，比华丽的连衣裙更有魅力。赵露思的初恋谁能不粉呢？白 T 恤披肩发，美成校园剧女主，气质清爽，难怪那么多直男喜欢她。吴磊发烧了，想要在张翰身边休息，谁注意到张翰的反应了？天赋是装不来的，湖南卫视的综艺总能无缝衔接，一部接着一部。现在很多人期待的《亲爱的客栈3》已经播出了多集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今年的节目？说实话，小编看完之后，感觉今年的节目不如前2季了，大家都被站长在节目中的表现圈粉了。说实话，张翰可以说是一个全能型的人，不仅人品好，做事风格也得体，让人不自觉地喜欢上他。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，吴磊发烧了，想要在张翰身边休息，谁注意到张翰的反应了？质量是造假不了的。因为天气原因，年纪比较小的吴磊因为没有注意保暖，好像发烧了。一天的行程下来，开会的时候忍不住想靠着张翰休息一下。张翰一开始不知道，谁注意到他下意识的反应？如果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可能会推开对方起身，但张翰没有，而是询问了吴磊的病情。得知对方身体不适，他主动问刘涛有没有药。刘涛给吴磊吃药的时候，张翰一直看着吴磊吃药，这才放下心来。由此可见，张翰自身的素质是装不出来的。如果他不是一个很细心、很会照顾别人的人，估计也不会注意到这些细节，更不会有这样的反应。影视圈黑马，吴磊是低调做事、高调做事的代表。影视圈黑马，低调做事、高调做事的代表吴磊，与张一山、杨紫、关晓彤、张俊凯等童星走红，高调露脸不同。吴磊可以说是低调高调的代表工作。网上关于他的消息很少，但是一搜发现他的作品数量惊人，演技也非常精湛，经典人物也不少。他内向、
沉稳、低调、稳重。他的演技是从内心深处的感情演出来的。他笔下的很多角色也有自己的本色，比如《远方的爱》里的孟祥，成熟、懂事，懂得体谅和关心别人，让人非常钦佩。吴磊性格稳重，心思成熟，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不想要什么，这也和他父母的教育分不开。吴磊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，他的父母都是普通员工，唯一的区别就是他的父母都非常的好看，所以吴磊和他的妹妹都很漂亮。但父母都是极度低调的人，不喜欢抛头露面，不喜欢出现在公共场合，所以网上一直没有吴磊家人的消息。受父母影响，吴磊也非常低调。对于这样一个多产的童星，他很少自曝。也就是他在201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后，偶尔会出现在一些真人秀节目中。也是因为出现的机会多了，观众发现小帅哥突然变得高大帅气、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，玉树临风，非常符合吴磊的形容。孩子不见了之前的萌萌哒。与频频出镜的张一山、杨紫、关晓彤相比，吴磊无疑是一匹低调的黑马。非凡的演技和独特的风格，镜头下的他时而神秘帅气，时而狂野睿智，角色塑造共同完成，向世界展现无限潜力。这是2015国剧盛典致吴磊颁奖词，也是对吴磊10年表现的肯定。希望吴磊能演出更多好作品、好角色。吴磊圈粉迪丽热巴，你觉得他们的新剧怎么样？吴磊和迪丽热巴的新剧组 CP， 小编觉得还是蛮有爱的。因为虽然只是兄妹关系，但是吴磊的男朋友还是很给力的。这里我们看到长歌中行放出的花絮，吴磊正在给迪丽热巴吹电风扇，一直往她身上吹。因为当时热巴戴着面纱，可能是那天天气比较热，吴磊怕热巴太热。吴磊真的是一个很暖心的男孩子，无论是对迪丽热巴还是对其他演员，他都很亲切，也很暖心。吴磊年纪不大，却是个暖男。热巴夸吴磊情商高，迪丽热巴也在这个镜头前公开夸奖了吴磊，称吴磊不仅演技好，小年纪也很会说话，情商特别高。因为之前两人被调侃是姐弟恋，所以在这部《长歌行》里演情侣会不会不太合适？不过吴磊的情商很高，他说没关系，你看着小我看起来老了，反正我们两个在一起也挺好看的，这就是说话的艺术。吴磊虽然年纪不大，拍戏也不多，但情商确实很高，说话也很讨人喜欢。因此，小编认为吴磊未来的发展会更加光明。他之前通过这个《琅琊榜》积累了一些人气，在挑战这部《长歌行》的时候也收获了一定的好评，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他以后能出演一些好的角色。吴磊抢了鹿晗的资源，流量小众之争。某奢侈品牌终于得出结论，鹿晗是品牌的挚友，吴磊是中国区代言人，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吴磊抢了鹿晗的资源。其实以鹿晗的知名度和手上的资源，这也不算抢，毕竟鹿晗手上掌握着大量的品牌资源。吴磊绝对是新一代的鲜肉。三蛋弟弟的团队虽然选剧本眼光不高，但在时尚圈和综艺圈还是有不错的资源的。吴磊拿这个代言的事就不说了，有什么好争的？事实上，早在6月份，鹿晗和吴磊的家庭就因为《穿越火线》中的双男主惹上了麻烦。鹿晗方一口咬定自己是主角，模棱两可的东西他是不接受的。你官宣你的，我们玩自己的，其实挺无聊的。虽然我们不明白吴磊为什么又要接这种不讨喜的戏，但上次《斗破苍穹》的失利还是挺无聊的。鹿晗的《上海堡垒》也沦陷了，它是真实的。接下来，吴磊还是以时尚为主，综艺方面也有安排，翻唱几部。至于影视剧，还真是没有消息，预计会出现这种荒芜的景象。我之前也提到过，毕竟自从《琅琊榜》之后，吴磊在影视方面的成就确实不是很好。上映3天就撤档的史诗级烂片，古装偶像剧也纷纷扑街。大写字母真的很酷，球队也想推，但力有不逮，很多人都不愿意再冒险了。
而很多人都认为吴磊没有死忠粉，二来他也不喜欢路人，所以和死忠粉多的鹿晗真的打不起来。毕竟蛋糕就这么大，还有那么多人争抢，好激烈呀！